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彩味。把剪刀插进大米里边真的是太厉害了，学会了省钱又省心，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大米这种食物呢，是大家经常要吃到的，相信大家吃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毕竟作为为数不多的主食之一，大米做法多样，并且有很多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就是一些刚开始学做饭的朋友用大米呢也能够很快的做出满意的食物。可如果您只知道它能用来当粮食让人饱腹的话，那可就太可惜了，因为大米还有着其他很多的妙用。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妙用一，用大米保存鸡蛋。鸡蛋是我们每天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食材，它非常营养，吃法也非常的多，但是很多朋友一买回来就将它直接放入冰箱内。其实这样的做法呢是不正确的，因为鸡蛋表面虽然看似非常干净，但是它也会有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就比如说大肠杆菌。如果将鸡蛋直接放进冰箱里，特别容易感染其他的食物，让其他食物也沾染上大肠杆菌，而我们摄入的大肠杆菌的量多的话，就会引起拉肚子等不良反应。放在外面呢，又担心容易变质，所以如果我们需要囤比较大量的鸡蛋，就比较困难了。这时，家里的大米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烦恼。首先，我们依次将需要保存的鸡蛋放入大米里边。注意，放的时候呢，也是有方式的。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鸡蛋一头头大，一头头小。我们把头小的这一端插进米里面，方向不要搞反了，一定要是小头插在里面，大头是朝上的。这样既不会出现粘壳或散黄的现象，还可以有效的防止微生物侵入蛋黄，保证鸡蛋的品质。我们利用大米来保存鸡蛋，大米里面的米粉呢，就会慢慢的进入鸡蛋的缝隙里，从而就可以阻止一些细菌经过某些通道进入鸡蛋里面，起到保护鸡蛋的作用。而且大米的质地干燥，可以吸收鸡蛋表面的水分，使鸡蛋不容易变质。将鸡蛋放到冰箱中冷藏，保存的时候会因为冷藏破坏鸡蛋本身的口感，这样的保存方式比把鸡蛋放进冰箱里面冷藏保存的味道呢要更好。之后要用大米把鸡蛋完全的覆盖起来，不要让大米露在空气中，它可以非常安全的保存1-2个月都不会变质哦。妙用二，大米催熟水果。大家都知道，刚摘下来的柿子呢是比较硬的，这时候吃非常涩，一点也不好吃，需要把它放软之后再吃才会变甜。有的人经常把柿子放在阳台上用太阳晒，但是没有10天半个月，柿子是不会变软的。其实催熟水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放进大米里，我们可以直接把生柿子塞进大米里面，用大米将柿子埋起来就可以了。一般5天左右，柿子就能够完全成熟了。这个原理呢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大米里面呢含有一种叫乙烯的气体，这种气体可以促使水果快速成熟。我们将生熟的水果深埋于大米里边，就能够快速的催熟水果了。不仅仅是柿子，像香蕉、苹果、猕猴桃等等，都可以利用大米来进行催熟。大米催熟水果是一把好手，大家平时可以试试，方法也非常简单实用。妙用3，干燥物品。手机现在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在日常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现在出门刷卡、购物、坐车等等，都是用手机支付，离开了手机真的是寸步难行。而现在一部手机的价格也不菲，动辄几千元起步，可以花去普通工薪族1个月的工资了。所以说，如果手机掉进水里的话，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捞出来，想办法继续使用的。
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办，不妨用大米试试。如果手机进水后处于开机的状态，请马上关机。如果是关机状态，就不要去开机了。这样的做法是避免手机的电子元件因进水引发短路，从而烧坏元器件。只要是电子产品一旦进水，都将置于关机状态，更不要去试图用力甩干手机中的水分，只需要用纸巾擦干手机表面和接口处的水即可，然后就把手机插入大米里边，用大米把手机完全的覆盖起来，就这样静置1天1夜。因为大米是非常吸水的，经过24小时之后就可以轻松的开机了，然后就可以正常的使用啦。妙用4：保存刀具。剪刀家家都有，但有很多用铁制的工具，这些工具一旦沾上水，那么就很容易生锈，就算是长时间不用，暴露在空气中也很容易生锈。生了锈不仅使用起来很生涩，还变得很钝，基本没法用。而大米就可以很好的保存这些铁制工具了。我们可以先用保鲜膜将其包裹起来，然后将它放进大米里面，用大米将其完全的覆盖起来。像我们平常经常用到的螺丝刀、起子、削皮刀等等，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放进大米里边，就可以很好的被保存起来了。前面也提到了，大米可以吸收周围的水分，大米就是天然的干燥剂，所以它的周围是非常干燥的环境，它可以有效的防止铁质潮湿，可以防止这些铁制工具接触到水汽，从而起到防锈的作用。只要是铁制工具呢，都可以这样保存的。妙用5：大米呢还有非常好的去污能力，这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的。进入冬季，我们的保温杯也陆续登场了。可是保温杯用久了之后，底部就会有水垢、黄渍、碴子等脏东西。如果保温杯底部的水垢不清洗干净，长期用这样的保温杯会危害我们的健康。但是保温杯杯身非常的长，杯口又特别小，手根本伸不进去，就非常难清洁。这时我们可以用上大米这个方法，将里面的污垢彻底的清洗干净。首先准备大米倒进保温杯里面，然后加入半杯的温水，盖上杯盖，接着用力摇晃2分钟左右，左左右右上上下下不停的摇晃，就可以快速的将保温杯给它清洗干净了。只需要用力的给它摇晃2分钟，是借助大米屏蔽的撞击力，不停的摩擦里边的水垢和黄渍。同时大米里面含有淀粉的成分，可以快速的软化油污，去除油污，效果非常的不错。摇晃的差不多的时候呢，直接给它倒出来，大家会看到里面的水变脏变浑浊了。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处理，用温水将保温杯给它冲洗干净就可以，多漂洗2遍。大家可以看到保温杯清洗好了之后，里边变得清亮如新，这时再用来喝水就不会浑浊了，变得非常的干净，没有细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实用呢？不管保温杯多深多难清洗，试试这个方法，保温杯立马干净的就像新买的一样。以上就是大米的几种妙用，没想到我们每天使用的大米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妙用吧。用以上的方法不用担心会浪费大米，每次烹煮前只需要把大米按照正常的手法淘洗干净即可。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点击我的视频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别忘了关注我哟。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瑶瑶，我们下期再见啦。